你们知道百鬼夜行的背后又是怎样令人闻风丧胆的故事吗？自从妖王的封印被美伢破除后，百鬼就脱离了束缚，疯狂肆意祸害人间。仍然存活的人类躲在避风港中，痛斥着自卫队的不作为。村长本想用言语激励众人振作，却换来了不再相信政府之人的谩骂。可现在并非是省口舌之快之时，因为城镇中出现妖怪早已超出了人类的认知。为了可以保住更多人类的力量，村长不得已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希望所有人可以暂时撤离。可在群魔乱舞的乱世，何处才会绝对安全，并无人所知。人们希望曾经有过捉妖经验的文慧出手，可失去了小心的他早已没有了底气。就在这时，人类最后的避风港也被妖怪占领，他们在空中盘旋，对人类发动着肆无忌惮的攻击。与此同时，妖怪小新准备返回老家，可多日的陪伴让广志担心起那些没有法力的平民。美伢也希望小新可以守护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类。父母的劝说让小新产生了动摇。另一处的城堡中，凶魔大汉被牢牢捆绑在妖王的罐子前，而他面前站着的正是不久前还能劝说村民撤离的村长。此时的他早已褪去了和善的伪装，原来大汉释放妖王背后的金主便是一直隐藏的村长。而作为世代镇守妖王的家族，大汉深知罐中的妖王有何等可怕，想要反悔。可就算大汉想立地成佛，村长却早已成了魔。他想利用这次的妖怪事件，以廉价收购小镇，再利用自己的经营，让小镇重现生机，最终达到商业帝国的梦想。可如此数量惊人的妖怪，难道村长就不曾害怕过吗？原来他胸前挂着一枚驱妖珠，有着驱散妖怪的功效。这枚珠子原本属于大汉之物，可准备灭口的村长早已将它占为己有。听闻此话，大汉瞬间暴走，他用一套无影手外加铁头功，最后再借一招凶芒碾压，轻松送走了3名小弟。可当他要对村长下手时，大汉被一拳 KO， 而躲在窗外偷听的文慧也被村长发现。他被小弟束缚住身体，请进了房间。文慧不明白为人师表的校长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，可没有人能够抵抗住金钱与权力的诱惑。即便他是才高8斗的校长，他将文慧与大汉关进了地牢。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大汉也说出了罐子的秘密，原来罐中封印着足以毁灭世界的妖王，而目前出现的小妖只不过是妖王的陪衬罢了。他们家族中一直有着古老的预言，妖王降世，人类灭亡。及时醒悟的大汉希望文慧可以再次配合小新，阻止村长的阴谋。可捉妖团早已解散，文慧也无能为力。仿佛听到了文慧的呼唤，地牢发生了剧烈的颤动。结果下一秒，美伢带着小新从天而降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正义绝不会缺席。一场关乎人类灭亡的反击即将开始。